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67.65，收盘价是166.3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9.76，最低价是在164.5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5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66 倍量缩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始了下行的走势。MACD 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那我们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它也跌破了前几日 K 线的最低。因为在前几个交易日的 K 线的最低啊，都是维持在166附近。5月9日的最低是166.56，这是最低的一个点位，而目前的收盘价也是到了166.35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啊，说明股价是要有继续下行的愿望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平盘，收盘价会在167.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我们分别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73；另外一个我们给出的是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65附近。实际在5月15日当日收盘价是在166.35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的点位啊，相差较大，但是呢，它们的走势是完全相同的。那我们刚刚也说了，收盘价跌破前低，这是要继续下行的信号，所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5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我们认为依然是160，就是要瓦解自4月27日以来的头高底高的短期多头趋势。那么160是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的第2个底。对，所以我们说一旦160被跌破呢，那这样一个短期多头的趋势将会被瓦解，所以这是它下行的第1个目标。那如果160被跌破，第2个目标就是152。对，一旦152被跌破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是底低，上方是2月16日头低。那也就是说，后续一旦152被跌破，那么股价将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
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两个目标，160和152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177，也就是股价后续如果能够重新站上177呢，将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再次出现头高。那177如果被站上，后续第二个目标将是192，也就是收复自4月12日以来的下跌。实际上我们说192它只是一个叫做阻力位。那股价真正的目标如果能够站上177的话，那它的目标实际上是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说207.79。那站上这个高点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就会重新建立一个长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两个目标，177和192。那对于5月16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一个点是在167，我们调整目前的这条水平线到167。那167呢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，重合的点在167附近，也就是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。如果能够在上方运行呢，那股价将会出现反弹；如果是在167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了，股价已经跌破5日均线值，我们守的是叫在170附近。对，那么应该是在5月12日收盘和5月15日盘前要即可离场。对，那目前我们没有多头的仓位，那出现这样一根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啊，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或者我们说我们会看到上下影线是几乎是相等。那这也是股价走向的一个不确定性。那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，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，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指标，就是它的收盘价跌破了前低。好，这是抢反弹，是不可以进场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在5月16日开盘之后，也就是在166，或者我们会看到我们给出的观察位167附近，包括一直到上方的168，那都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，他们的目标位是160，甚至是152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173。173呢，我们定义的是我们自己画的这条头低的下行趋势。那回补位是173和177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，是从167一直到170，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区域。那这个区域啊，它涵盖了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67到168。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68到169，
包括前高169.5、69.76附近，对，所以我们把它合并，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167一直到170，第二个压力位是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173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177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首先到来的是前低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165.5到164.5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，是在163附近。第三个支撑就是160。好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啊，股价会出现继续横盘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平盘，也就是收盘在167附近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有可能会是小幅的低开盘，也有可能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5，也就是不破前低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68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7附近，出现平盘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向上或向下的突破，这个突破我们指的是突破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和最低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先来看向下突破，如果是向下突破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67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59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1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向下突破呢，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向下突破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是向上突破，向上突破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7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2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向上突破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